1894年，希腊政府的一间办公室里，顾拜旦与希腊官员们面对面坐在桌前，气氛凝重得像能凝出水来。桌面上摆着的一摞摞的账本和文件，仿佛对他们发出一阵阵无情的嘲笑。官员无奈地摇着头对顾拜旦说：“看到了吧，男爵先生，就是这么个状况。我们确实没钱办奥运。”顾拜旦抬起头，看了看墙上的日历，这一天距离首届奥运会开幕还有不到2年。1892年11月25日晚上，法国索邦大学的圆形剧场座无虚席，法国体育联合会成立3周年纪念大会在此隆重召开。顾拜旦登上讲台，发表了题为《奥林匹克宣言》的演说，第一次正式提出创办现代奥运会的伟大倡议。为了迅速实现这个宏伟的目标，顾拜旦提议由法国体育联合会发起，召集世界各国体育联合会的代表参加一次国际性体育会议，共同磋商复兴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事宜。当晚，29岁的顾拜旦身穿礼服，留着标志性的八字胡，结果招来了不少嘲笑。听众的反应也是冷淡，稀稀拉拉的掌声仅仅是出于礼节。上流社会的观众们显得懒散，几个运动员则在下面窃窃私语。对许多人来说，这场演讲不过是1小时的消遣，最后的掌声也只是出于形式。顾拜旦心里明白，复兴奥运会这事儿，光有美好的愿望，就像是只有一只翅膀的鸟，怎么也飞不起来。他需要的不仅是梦想，更是来自社会各界的掌声和各国政府的绿灯。于是，他像一位不知疲倦的推销员，穿梭在各国的权力走廊和学术殿堂之间，向每一位愿意倾听的人讲述他的奥运梦想。但顾拜旦的热忱并没有立刻点燃他人的激情，他的计划就像是一颗投入大海的石子，激起的涟漪很快就消散了。怀疑的目光、冷漠的回应，甚至是尖锐的嘲讽，都在考验着他的耐心和决心。有人摇着头说：“你小小一个男爵，想去复兴2000年前的比赛，你这是在做梦啊！谁会去参加一个连影子都没有的比赛？”就在顾拜旦几乎要被绝望的阴霾笼罩时，一束希望之光从希腊的神庙中射出。一封来自希腊王室的信件，如同神话中的神谕，降临在他的书桌上。信中，希腊国王乔治一世和他的王储对顾拜旦的构想表达了浓厚的兴趣。他们认为复兴奥运会是希腊民族自豪感的体现，是重塑国家形象的绝佳机会。王室毕竟是王室，希腊王室一表态，比利时国王、威尔士亲王等王公贵族也开始纷纷点头，表示愿意加入这场奥运复兴的盛宴。顾拜旦的腰杆子硬了起来，他决定在巴黎召开一次国际大会，目标只有一个：成立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，让奥运圣火在现代世界重新点燃。顾拜旦的日程表上，1894年6月18日至24日这几天被他用红笔圈了出来，因为那是他精心筹备的恢复奥运会代表大会的日子。这场在巴黎召开的大会就像是一场盛大的国际派对，吸引了来自12个欧美国家的79名正式代表参与。希腊代表团的阵容更是强大，由著名作家维凯拉斯带队，他们的到来就像是给顾拜旦的奥运梦想注入了一剂强心针。大会上气氛热烈的就像是巴黎的夏天，各国代表们纷纷发言，讨论着第1届奥运会的举办时间和地点。顾拜旦亲自起草了开幕词，由他的同事古塞尔伯爵宣读：体育不是一种奢侈品，而是一种必需品，在友好的竞技中使各民族更加接近，这就是奥林匹克竞赛。古塞尔伯爵的话音刚落，大厅里就响起了阿波罗颂的旋律。那乐曲是根据古希腊神殿墙上的音符复原的，每一个音符都仿佛在诉说着古希腊的辉煌。在众多提议中，
伦敦、巴黎和雅典成为热门候选城市。然而，维凯拉斯凭借对古希腊文化的深厚理解，以及对国家自豪感的热忱，坚定地倡导雅典作为主办城市。他的发言引发了广泛共鸣，大家意识到，选择雅典不仅是对古代传统的回归，更是对希腊民族精神的致敬。随着维凯拉斯的不懈努力，雅典终于在众多竞争者中脱颖而出，被确定为首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举办城市。这个消息震撼了体育界，更在无数人心中激起了希望的火花。这次会议还决定了每4年举办一届的传统，为奥运会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。1894年6月23日，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，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在这一天宣告成立，维凯拉斯众望所归，被选为第1任主席，顾拜旦出任秘书长。这个新成立的组织就像是奥运会的大脑和心脏，负责策划指导奥运会的每一步发展。在大会的尾声，顾拜旦再次站上了讲台，发表了题为“世界青年人的典礼”的演讲。他的声音充满了激情和力量。让我们输出我们的跑步和击剑运动员吧，和平事业将因此增加新的、更强有力的支柱。他的言辞如同火焰，点燃了在场每个人的激情与梦想。然而，正当大家意气风发，准备大展宏图，筹办奥运会的时候，希腊那边突然传来了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消息：希腊政府居然说，不好意思，我们不玩了。理由简单粗暴，没钱。听到这个消息，顾拜旦心急如焚，他立马放下正在筹备的婚礼，飞奔希腊，向政府和王室恳切说服。然而，到了希腊，顾拜旦一眼看去，不禁傻眼了，希腊确实没钱啊！当时的希腊可以说是全欧洲的穷亲戚，经济状况一塌糊涂，债台高筑。就在前1年，希腊的经济几乎全面崩盘，这时候让他们掏钱，那简直比登天还难。顾拜旦心里明白，如果首届奥运会因此不能如期举办，他辛苦从事的这项新事业很可能会就此夭折。他在心里默念，奥运会一定要办，钱的问题总有办法。于是，顾拜旦和维凯拉斯一起开始了他们的希腊王室游说之旅。希腊王储康士坦丁被他们的诚意打动，给了他们一丝希望的曙光。王储大人拍着胸脯保证，就算砸锅卖铁，也要让奥运会在希腊如期举行。他还亲自挂帅，组建了一个筹备委员会。康士坦丁王子利用自己王储的身份，说服政府以紧急财政特例的方式，硬是从政府的钱包里挤出了40万德拉克马来拯救奥运会。同时，他也深深知道，解决资金问题单靠政府那孱弱的财政是行不通的。要想让奥运会的梦想照进现实，必须发动民众的热情和智慧。于是，一场声势浩大的筹款活动在希腊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拉开了序幕。民众们的热情就像是被点燃的奥运圣火，他们纷纷掏出自己的血汗钱，就像是在说，这是我的那份奥运梦想基金。钱虽然不多，但聚沙成塔，集腋成裘，最终竟然凑到了33万2756德拉克马。不过，对于一场国际盛事来说，这还只是杯水车薪。就在大家眉头不展的时候，希腊集邮协会创始人萨克拉福斯灵光一闪，提出了一个绝妙的点子：咱们发行一套奥林匹克邮票咋样？邮政部一听，眼睛都亮了，立马拍板，就这么干。他们精心设计了一套邮票，以奥林匹克运动为主题，不仅颜值高，而且价格还比面值高，简直就是为筹款而生的。这套邮票一经发售，就受到了热烈追捧，一下子就筹到了40万德拉克马。这可是世界上第一批奥林匹克邮票，不仅为奥运会的举办立下了赫赫战功，还开创了一种新的筹款方式。到了1906年，希腊为了纪念现代奥运会创办10周年，再一次发行了纪念邮票，
这个点子依旧大获成功，成为了奥运筹款的经典案例。正当大家以为筹款大战已经告一段落，可以松一口气的时候，新的挑战又来了。场馆修复的问题像一座大山一样横在了眼前。雅典的帕纳辛纳科体育场，这个古希腊时期就是运动健儿们挥洒汗水的圣地，被国际奥委会一眼相中，决定作为首届现代奥运会的举办地。这不仅是因为这里的历史悠久，更是一种对古希腊体育精神的致敬，让现代奥运会与古代奥运会来一场穿越时空的激战。但是梦想很丰满，现实很骨感。19世纪的帕纳辛纳科体育场已经破败不堪，需要大规模的修缮才能重焕光彩。修缮费用那可不是个小数目，至少需要58万德拉克马以上，这数字让大家都倒吸了一口凉气。顾拜旦和维凯拉斯再次踏上了筹款之路，康士坦丁王子也积极地牵线搭桥。终于，白马骑士出现了。希腊富商慈善家乔治·阿维罗夫慷慨地捐出100万德拉克马巨款，这笔钱解了燃眉之急，让帕纳辛纳科体育场的修缮工作得以顺利进行。为了纪念阿维罗夫的慷慨解囊，希腊在雅典广场为他建造了一座雕像。至今，这座雕像依然巍然屹立在帕纳辛纳科体育场前，仿佛在向每一位经过的人讲述着那个关于梦想成真的故事。历经重重磨难，首届奥运会终于在1896年4月6日拉开了大幕。这是现代奥运会历史上开得最早的一次。东道主之所以选择这一天，正是为了纪念希腊反抗土耳其统治起义75周年。阳光明媚的4月6日下午3点，希腊国王乔治一世带着满满的仪式感宣布奥运会开幕。维凯拉斯、顾拜旦等国际奥委会的大佬们也都盛装出席。开幕式上古典弦乐的旋律在空中飘荡，这曲子后来在1958年被定为奥运会会歌，成了每次奥运会不可或缺的背景音乐。希腊人民对这次大会的热情简直比地中海的阳光还炽热。开幕式上座无虚席，观众多达8万人，简直是人山人海，场面堪比希腊神话里的众神聚会。这个记录一直保持到1932年洛杉矶奥运会才被打破。首届奥运会的项目也是丰富多样，田径、游泳、举重、射击、自行车、古典式摔跤、体操、击剑和网球，一共9个大项。原本帆船和赛艇也要来凑个热闹，但因为报名者寥寥无几，主办方也没能弄到合适的船只，最后只能遗憾地在赛程中消失了。随着开幕式的礼炮声还在耳边回响，首届奥运会的战幕就迫不及待地拉开了。美国选手詹姆斯·康诺利在3级跳远比赛中一跃成为现代奥运会的首位冠军，跳出了13.71米的成绩。获胜的那一刻，运动场奏起了美国国歌，升起了美国国旗。这一仪式后来成为了奥运会的传统。康诺利当时只是哈佛大学的一名小鲜肉，他不顾校方的反对，毅然决然地踏上了前往雅典的旅程。这位古典文学和体育的狂热爱好者不惜从哈佛申请退学，投身于这场体育盛宴。当他带着金牌回到美国时，迎接他的是英雄般的欢呼，学校也骄傲地宣称，这是康诺利的荣耀，也是哈佛的荣耀。后来，康诺利成为了一名著名的记者和作家，他的故事激励了无数人。紧接着，4月10日的100米决赛上演了一场速度与激情的较量。选手们的起跑姿势千奇百怪，有的像标枪一样直立，有的像弓弩一样弯着腰，还有的双手摊开，仿佛要拥抱终点。而美国的托马斯·伯克则采用了一种看似怪异的蹲踞式起跑，结果他以12秒整的成绩冲过终点，赢得了冠军。在100米预赛中，他还以11秒8的成绩创造了奥运会史上的首个纪录。因为没钱建游泳馆，游泳比赛直接在海里举行。4月份的爱琴海，海水冷得让人牙齿打颤，
但这浇不灭选手们的激情，更挡不住观众们的热情。2万多人挤满了海边，等着看谁是真正的海王。最后，来自匈牙利皇家约瑟夫技术大学的建筑系学生阿尔弗雷德·哈约斯，在这冰冷的海水中游出了奥运游泳史上第1冠，而且他也是翘课来参赛的。当他带着奖牌满怀喜悦地回到学校时，院长的话却比海水还冷：“奖牌？我不感兴趣，我只希望下次考试能看到你的答卷。”这句话让少年铭记在心。28年后，这位逃学少年以建筑设计师的身份，带着他的体育场设计大作，杀回巴黎奥运会的艺术比赛，并且又一次登上了冠军领奖台，终于给老院长交了一份完美的答卷。在所有比赛中，最令人津津乐道的莫过于马拉松项目。古希腊奥运会上可没有马拉松。奥运会前，法国语言学家米歇尔·布里尔曾赴希腊考察，他被马拉松战役中的英雄菲迪皮德斯所感动。这位传令兵为了传递胜利的消息，从马拉松一口气跑到雅典，最终倒在了广场上。布里尔深受触动，他写信给顾拜旦，提议在奥运会中增设马拉松项目，并捐出一个银杯作为冠军的奖赏。这个提议最终被采纳，马拉松成为了奥运会的一部分，也成为了挑战人类极限的象征。雅典奥运会的马拉松赛道简直就是历史重现，沿着英雄菲迪皮德斯的足迹，从马拉松小镇一路狂奔到雅典，全程42公里。这场比赛对希腊来说，不仅仅是一场体育竞技，更是一场民族荣誉的较量。毕竟，田径项目开赛以来，希腊队一直在胜利的门外徘徊，马拉松成了他们心中的救命稻草。4月10日，比赛日来临，4个国家的17名运动员站在了起跑线上，气氛热烈的仿佛能点燃圣火。雅典城虽然只有13万5千居民，但马拉松比赛当天竟然有10万人涌上街头，真是万人空巷。观众们屏息凝神，等待着英雄的诞生。时间1分1秒的过去，终于，一位身穿浅蓝背心的希腊选手斯皮里东·路易斯冲破了终点线，全场沸腾了。希腊王储康士坦丁激动地陪着路易斯跑过终点，国王乔治一世也亲自下台迎接这位民族英雄。鲜花、礼物、彩带、鸽子，整个场面就像是一场盛大的庆典。人群像潮水一样涌入场内，争先恐后地拥抱这位英雄，有人甚至喊出了“让他当部长”的口号。赛后，路易斯被誉为希腊民族英雄，但他并没有因此步入政坛，而是选择回到自己的家乡，继续做一个普通的乡村邮递员，过着朴实的生活。1940年，路易斯去世，人们为了纪念他，在他的墓碑上刻下了奥林匹克5环的标志，让他的名字与奥运精神一同流传。经过10天的激烈角逐，4月15日，第1届奥运会缓缓落下了帷幕。闭幕式上，大家都十分激动。乔治一世国王在演讲中动情地说，他希望奥运会永远在希腊举行。之后，国王为获胜者颁奖。那时候还没有金牌，冠军获得的是一面银牌、一顶橄榄枝桂冠和国际奥委会颁发的证书，而亚军获得铜牌、月桂树枝桂冠和证书，第3名则没有获得奖品。这届奥运会只有14个国家的311名运动员参加，他没有会徽，没有会旗，甚至没有5环标志，但他却为后来的奥运会树立了榜样，铺平了道路。这不仅仅是一场比赛，更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，一个关于和平、友谊和尊重的体育盛世的诞生。顾拜旦站在雅典的体育场上，看着全场观众为每一个运动员的拼搏喝彩。他知道，自己的梦想已超越了个人，成为了全人类的共同财富。奥林匹克的圣火重新点燃了，它的光辉将照亮世界各地的面孔，不分国籍、种族、信仰，照亮全世界追求和平、友谊与卓越精神的每一个角落。好了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，
如果您喜欢，请为我们点赞并订阅本频道，您的支持是我们努力更新内容的动力。我们下期见。